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地球毁灭后，我们将何去何从？有人会说我们可以搬家，可问题来了，宇宙那么大，我们该往哪儿搬？你可能会说，直接找个和地球一模一样的系外行星不就行了？我只能说，想法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，星际旅行的难度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系统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，距离仅 4.3 光年，听起来不远，对吧？但1光年相当于 9.46万亿公里。以2015年探访冥王星的新视野号探测器为例，它的速度高达 5.8 万公里每小时，就算坐它去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也得飞7万年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人类文明史才7000多年，这趟旅程要横跨10个文明周期。谁能在飞船里活这么久？想完成这样的旅行，我们得攻克3大难关：飞得足够快的推进系统，能让人类长期生存的飞船生态，靠谱的生命维持技术。在这些技术突破前，太阳系才是我们的优先考察区。提到移民，火星绝对是第一个被想到的种子选手。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，对它的了解比对其他行星都深，但别被红色星球的浪漫骗了，火星的表面环境简直是把人类往绝路上逼。这里的气压只有地球的1%，相当于站在地球30公里高空，暴露在外会瞬间缺氧。氧气含量也仅仅只有 0.1%， 连点燃一根火柴都难，更别说呼吸了。平均温度零下63摄氏度，冬天能降到零下133摄氏度，钢铁都会冻得发脆。而且还没有磁场保护，宇宙辐射和太阳风暴能直接扫射表面，长期待在这里就相当于天天照致命 X 光。不过好在火星的底子还在，它有固态表面，可能藏着地下水，自转周期和地球差不多，不用倒时差。现在人类已经在为移民火星铺路了，马斯克的 SpaceX 计划10年内送人类上火星，还梦想建一座100万人口的火星城市。但想长期住还得搞地球化改造，比如用核武器融化火星2级的冰盖，释放二氧化碳增厚大气层，慢慢把温度提上来。但是以现在的技术得花几百年甚至上千年，相当于让几十代人接力干一件事，这实施起来就相当复杂了，成功率不足 0.1%。如果你火星住不惯，土星的卫星泰坦或许会适合你。它被称为太阳系最像地球的外星世界，有风有雨有火山，甚至还有板块运动，是不是听起来很亲切？更关键的是，泰坦的冰壳下面可能藏着液态水，这些水会通过冰火山喷到表面，要是能把这些水分解，就能制造出人类需要的氧气。而且它的大气层很浓，能挡住一部分宇宙辐射，比火星肯定是安全不少。但泰坦的缺点也足够致命，它的平均温度零下179摄氏度，比液氮还冷，呼出的气都会瞬间结冰。而且大气层主要是氮气和甲烷，没有氧气，呼吸就等于自杀。更夸张的是，表面压力是地球的 1.6 倍，相当于你背后背着一头成年大象站着，骨头都能压碎。想在泰坦星定居，你就得住在全封闭的恒温舱里，出门要穿比火星更厚重的防护服，而且它离地球太远，补给一次要好几年，只能靠自给自足。除非我们能造出能抵抗极寒和高压的技术，否则泰坦只能是潜力股，暂时没法入住。说到金星，你可能会想，那不是地狱吗？没错，金星表面就是人间炼狱，温度高达462摄氏度，能融化铅，下的雨还是硫酸，能腐蚀一切金属。大气层比地球浓92倍，站在表面相当于在1000米深的海底，会被压成肉饼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金星的天空居然藏着生机。在距离金星表面50公里的高空，环境意外的友好，这里气压和地球海平面差不多，不用扛着高压，温度也在0到50摄氏度之间，刚好是人类宜居的范围。厚厚的大气层能挡住宇宙辐射，比火星安全。科学家设想过，在这里建漂浮城市，像云朵一样悬在高空。到时候你出门不用穿笨重的加压宇航服，只戴一个氧气面罩就行，是不是很科幻？但问题也很棘手。首先得造出能在硫酸雨和强风里稳定漂浮的城市，技术难度堪比造一艘会飞的航空母舰。其次，金星上没有水和氧气，所有资源都得从地球运，或者从金星的大气层里提取，成本高到离谱。所以金星更适合当临时避难所，而不是长期家园。如果有一天人类的技术能突破光速限制，或者造出能让人冬眠几万年的飞船，那系外行星才是最终归宿。但系外行星有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超级远。就算我们能把飞船速度提高到光速的 10%， 去最近的比邻星 B 也得42年。
这意味着登上飞船的人一辈子都到不了目的地，只能让他们的后代完成移民，这更像是一场星际接力赛。虽然距离移民其他星球还很遥远，但科学家已经在行动了。比如 NASA 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，它能穿透宇宙的尘埃，观察遥远的系外行星，分析它们的大气层成分，看看有没有氧气、水这些生命信号。就像侦探一样，一点点排查哪些行星是真正的宜居款。说到底，移民其他星球不是为了抛弃地球，而是为了给人类留一条后路。现在的地球依然是我们唯一的家园，保护它才是最现实的选择。但同时，我们也要仰望星空，为未来做好准备。或许有一天，你的后代会站在火星的红色土地上，或者系外行星的蓝色海洋边，对地球说：谢谢你孕育了我们，现在我们要把人类的文明带到宇宙的更远处。你觉得人类最终会扎根火星，还是赌一把系外行星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